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策划面对面的内容来了，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它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在装备的部分吧，装备终于可以重置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写了什么东西。首先就是之前我提到的征服者之阵的事情，为什么它要出淬炼系统？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玩家其实已经胜利了很多次 KVK， 他们已经拿到很多专属铭文了，所以他们才出淬炼系统淬炼石，让玩家可以再次提升自己的军器，它的数值提升得更高一点。然后这边也是有说到，为了防止征服者之阵获得较少的王国出现不平衡的现象，所以他们淬炼那个数值才会比较小，而且是有上限的。所以你们看到为什么才提升 0.2 就是这个原因啦。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其实他可以再推出别的东西啦，不一定是这个淬炼石啦。不过我相信之后还会再更新啦，有一些玩家他的淬炼石已经拿到很够了，然后全部都已经提升到 3.5% 或者是所有伤害 2% 了，可能就会要求策划他们再推出一些新的东西，而不是淬炼石而已。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玩家的满意度是很低的，可以明显看到玩家是非常不满意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更加离谱，因为今天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活动，他这里还写一样的东西，就是统帅重置成本具体是什么。这里就有说到消耗100颗宝石就可以重置一个传说雕像，就这样子而已。之前讲过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讲，我也是不明白啊。接下来第三个，锻造传说装备的容错率太低了，错误的选择装备或专属天赋就会付出很大的成本。是否也可以像统帅重置一样推出一些装备的重置活动？那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讲了一段时间啦，至少都有1-2年的时间了吧。因为之前有一些新的装备出现啊，然后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要换兵种啊，尤其是之前可能玩家多数都是选择全部步兵、全部骑兵、全部工兵，但是现在统帅的强度越来越厉害了，不是只有一个兵种强大，变成说他们要分解自己的装备，那就是换成别的装备，要付出的成本很大，所以才问策划有没有这个想法。这里就有说到他们计划在2026年4月前后向各位玩家推出2个新的装备福利活动，装备专属天赋重置活动，玩家可以选择一个装备重置其专属天赋并重新选择，但是有一定的成本，就是跟我们现在统帅重置差不多啦。但是它这个装备专属天赋重置呢，他讲只能选择一个装备而已，一个装备哪里够？但其实我们有蛮多装备是想要重置的啊，就是有些人已经做好整套了，想要换掉，这样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就是装备限时分解返还，只有那个时间而已，就是你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它就不会全部返还给你了。这个活动的内容就是玩家可以选择分解一个传说装备，分解之后可以返还100%的材料，但是是有成本要求的，就是也是一样的东西啦，跟那个统帅重置差不多。另外一个就是艾斯梅拉达的小屋活动的奖励，希望他们可以优化，他们这里只是说收到，他们会在后续版本更新中调整该活动的奖励。接下来关于登峰召集旧皮肤返场的目的是什么？感觉会造成登峰召集主题贬值，就是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在早期已经拿到这个城市皮肤了，然后现在玩家就很容易就可以拿到这些皮肤，他们不是很满意。那这里的策划回答，以前登峰召集主题的返场主要是为了回应广大玩家对经典外观的圆梦诉求，他们主要从2个维度来保障登峰召集主题的价值。属性代差，目前计划内的返场城市主题为最早期的设计，属性加成与当前新主题存在明显代差，就讲可能他们会返场的都是那些10%的提升而已。那现在我们城市主题如果是说全兵种的话，都应该提升到16%左右了嘛，如果是单兵种都已经提升到20%左右了，甚至更高。所以就是讲它出现这些旧的皮肤呢，你们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提升的很高啊，它都是那些比较早期的。另外一个就是价格保值，因为以前的玩家投入了很多加速资源下去嘛，所以有些玩家就是不满意啊，所以他现在就会计划说他们返场的那些价格其实会跟现在登峰召集的主题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一样啦。就比方说单兵种的话就用到8个印记，然后全兵种就要用12个印记，那它这个旧的皮肤的价格就会跟那些差不多，甚至是一样。当然听到这一点的玩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些皮肤都是旧的，为什么我还要给这么贵的价格去跟他兑换？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啦，有些玩家他们就是不满意这一点嘛。但我觉得与其是这样子的话，还不如你保留自己的加速资源，然后等到最新的皮肤出现的时候才去兑换会比较好。它这个是属于给那种你在前期登峰造极的活动中可能你升到一半，你发现到自己的加速资源不够再继续往上提升的时候，你就可以留着这个旧的印记，然后等到有这些旧的皮肤返场的时候你再投入进去这样子。虽然我不知道玩家能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再来就是战斗狂热的部分。狂热限制的体验不太好，信息展示很笼统，没有办法很好的规划战斗，这个在我之前也是有投诉过，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开始限制这样子。那这里就有说到针对先锋体验间各位玩家的反馈和建议，他们计划对狂热限制的规则做如下优化：调整目前的显示机制，让各位玩家可以更早的查看自己累积的狂热时长，并回溯自己近24小时触发战斗狂热的时间段，以更好的规划战斗，这个还可以接受。联盟管理也可以在人员管理界面快捷查看成员是否处于休整状态，更好的安排战术。像他英文这边的说法就是有没有进入休眠模式就是他已经被限制了战斗狂热，我官员是可以直接看到的。所以如果是根据英文这边的描述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啦，可以直接看有没有在被限制的时间那个时期。但是这边也可以看到玩家的反应也是说官方是小丑。接下来希望优化自动打野功能，不想干扰其他玩家正在打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为我记得当时候那个自动打野刚出来，就有一些玩家他们就用自动打野去打野蛮人，刚好就打到一个玩家他正在拉野的，然后就发生了一些纠纷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故事但是详细的过程我就不清楚了，我只是听到有这样子的故事而已。那这边策划也只是说他们收到建议之后会优化调整逻辑，让手动和自动打野蛮人的玩家尽量不要互相影响。再来第8点 ，KVK 的消耗负担很重，建议降低治疗成本或增加可获得资源数量。这个在之前的公告里面也是有讲到，就是他们会增加那个公宣商店那我记得之前也是有讲过，就是玩家可以通过战斗获得赛季功勋，并按照比例转换为赛季功勋币。他们会开启一个赛季功勋币的商店，玩家可以消耗赛季功勋币兑换治疗药剂，治疗药剂可以直接治疗医院内重伤的部队，无需消耗资源或加速。赛季功勋商店会按照一定的周期刷新，周期内赛季功勋店内的治疗药剂等道具有购买上限。赛季结束后，未使用的赛季功勋币和治疗药剂将会被系统回收。上次没有讲到这个东西现在讲会回收这样它就是要强制你们去买的意思该功能将通过先锋体验形式在部分剧本上线，后续将会根据玩家的反馈持续优化。至少也是有看到一些玩家的反馈是积极的，他们觉得说至少这样子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就有打架的玩家他们至少不用消耗这么高的成本最后一个，听说最近有关于新版本 IG 的先锋体验，希望知道这次新版本的优化内容和上线计划。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2489有一些玩家去尝试了，但是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根本都不够时间去做测试，就是讲他们的还没有正式开始去测试呢，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就已经打完了，他们配合不到时间。这里策划说在新版本的 IG 中，他们加入了2处可供挑战的首领据点，不同玩法和奖励的3种首领会随机出现。当然在先锋体验期间，他们也收到了很多玩家的反馈和建议，结合这些反馈，他们正在计划一系列优化调整，比如让建筑物的数量和得分与现版本一致，降低首领据点的参与人数要求，
重新平衡首领据点奖励等等。他们希望能够在3月上线新版本的 IG， 并在下一届奥西里斯联赛中同步更新。但是我问了一些玩家啦，他们就讲这个新改版的 IG 其实不太好玩了，就是它那个路线会变得比较死板一点了，没有像之前这样比较多变化，就是你不一定要去打中路，不一定要去打建筑，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嘛。但是推出了这个据点首领之后，对方就知道你一定会过去打的这样子的意思啊，因为它会固定时间出现啊。所以这个新版本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关于策划面对面的内容大致上是这么多而已啦。不过这边看玩家的反应下来呢，多数的内容他们都是不太满意，而且这里所讲的东西呢，有大部分都是一些废话来的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啦。比较重要还是在装备的部分啦，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找一下有什么装备你是有打算要拿去重置的，又或者是想要去分解。当然他这里讲有一定成本啦，可能是需要买一些圈，或者是要用宝石什么之类的，这个你们也是要准备一下，因为毕竟最近才出统帅重置这些活动嘛，所以玩家近期应该会比较缺宝石。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对于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